现在竞争是越来越激烈，有很多不同的人跟我买一样 crochet 的 item。今天就是来这个大草原来拍我的新的系列 Tulips。那个概念是想要比较大自然、比较 carefree、free spirited 的感觉。自己拍当然是省钱，因为不用给摄影师费嘛，因为我就是那个摄影师。累是会累啦，可是因为如果是我自己设计的，然后我自己拍，我自己知道我想 showcase 的那些 detail 是什么。做 photoshoot 通常会占 marketing 的一部分，可是它是蛮 worth it 的，因为就是我可以用照片放在 Instagram， 放在我自己的网站上 as product， 然后又可以拍一些视频 for Instagram Reels。主要是用社交媒体平台像 Instagram， 然后还会打那些广告费 Instagram Ads， 然后还有就是和自媒体创作者合作。Instagram Ads 大概1个月是花到1到2000块，然后如果是有跟自媒体的创作者合作的话，是另外一个开销，500到800吧。现在我比较着重于 pop up， 那 pop up 来说我没有什么营销策略。我觉得还昂贵的租金就是我的营销策略，好像佳节期间乌节路的租金是非常昂贵的，所以我只要付的那个租金，靠那个人流就可以。Online 的挑战就是人流有限，收入就有限，还有就是 online 的 listing 很麻烦。我每一个成品都需要拍很多不同角度的照片，还有视频，还要说明材料、尺寸、颜色等等，这些都会花很多时间准备。今天 online 没有订单，所以我的 online 收入是0。这样的情况是挺正常的，对，因为我现在着重于 pop up， 我没有花钱 online 的营销，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 online 的生意不是很好。现在竞争是越来越激烈，因为有越来越多人都知道怎样去经营一个网络店，然后你要怎样在一个竞争很激烈的一个 environment 里面，让你的产品或者是你品牌有优势的，是一个挑战。选择 Etsy 是因为这个平台主打手工作品，成本也不是很高。首先你就要注册一个账号，就有一个 one-time setup fee 15块，然后就有 listing fee。listing fee 就是你每 list 一个 product 上去，你就要还2毛。然后如果你有 online sale 的话，你就要付transaction fee 6.58%。那这些数据都是以美金来算的，总的来算，那个平台费占我的收入的15%。首先就是要购买一个自己的一个网站，再来就是你需要订阅像是 Shopify 的一个 e-commerce 的平台，然后每1年下来可能都要花到500块。你收到的每一个订单呢 ，Shopify 都会抽取一个手续费，大概3%到4%。每一个订单不是说一次过还了就好了。现在都是以线上订单比较多为主吧。你在 online， 你经营自己的 online 店，当然你的时间会比较 flexible 一点，你可以晚上12点 take 你的 order， 比较 flexible 咯，时间会比较自由，没有很多的约束。目前来说 ，pop up 是我主要的销售渠道，线上占18%，线下占98%。我觉得 pop up 比较会赚钱的原因，是因为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比较喜欢看实物，才决定要不要购买。
我现在是要把这个 sticker 粘在这边做我的 gift bag for 那个 baby 的 toys。做 pop up 的话会incur多一点 cost compared to online shop， 因为我们需要准备这些 gift packaging， 像 gift box 还有 gift bag。因为人家买 baby toys， 有一半的人是买 for 朋友的小孩。online 我只是寄那个 product in a 那种 mailer box， 就没有这些 packaging。这里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定制的一个信封吧，它就是可以把衣服放在里面，然后我就可以寄送出去。然后这里呢有就是每个订单我都会附送一个小卡片，每个系列都会有自己的专属的一个卡片。每个卡片里面我都会尽量的就是放一些故事啦，或者是诗句。就是希望能够带给客户一个正能量，这样子。就是好像这个是 for 小碎花的那个系列，called Sherry， 然后这个是 for Lover， 就是那个水彩的。我的设计灵感都来自于大自然，然后我也喜欢用彩色的元素，然后把它画成一个图案，或者是印花跟绣花，像这样子。我一整年的新作品都是以节日来计划的，所以之前 Easter 我就做 Easter egg， 那 Mother's Day 就主打花 ，National Day 就有我自己做的新加坡的美食。2到3个月内可以上新一个新的系列。我在 iPad 上画了之后呢，我就会把它放进 Illustrator 里面，然后我会进行调整。如果有什么粗线啊，把它弄整齐一点。我会告诉工厂说我想要的颜色，然后这些都是样板来的。每个版他们寄送的时候，他们都会附送小样板，让我看是不是我想要的感觉啊。我每个系列我设计好了，我都会跟我的中国工厂合作，让他们去做一个生产。大部分的工厂的起订数量是100件一款，我一个系列的话会有4到5个款式，所以到生产的数量大概是400到500件。你很难去预算说这个款式到底会不会好卖，不畅销的款式，通常我会打折去卖，所以其实做一个服装店，你要去承担这笔开销，可能是亏本的。因为这些婴儿玩具都是我亲手做的，所以一般都是等 customer 下单后我才做。如果我有 pop up 的话，我就需要2个星期才能做好发出去。那如果有 urgent request 的话，我可以在5天内做好发出去。但是这样子我就不能去 man 我的 pop up 了，我就必须请part timer 去 man 我的 pop up， 我就会incur更多 cost。这里呢是我的一个次品的一个小箱子，查货的时候会发现到有些瑕疵啊，然后这些都不能售卖。比方说这个，因为车工没做得很好，很精准，这些都是成本。对，因为就是你要去负担这些有问题的货物。所以这个的话来的时候是没有眼睛的，对，然后我要自己 fix 那个眼睛。然后这个来的时候，它的嘴巴在这里，我觉得很难看，所以我就拔出来了。然后我打算跟它 fix 在这里。有很多不同的人跟我买一样 crochet 的 items， 我会有一些只有我在卖的 product。就比如说是我自己购置的婴儿玩具，这些呢是我自己设计并且购置的，然后在外面是绝对找不到的。目前来说，比起那些快时尚的店，我的价钱会稍微高一点，因为我也不希望我的品牌会变成一个快时尚，因为我觉得这样也不是一个很 sustainable 的一个模式，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设计的衣服是有一定的质量，然后购买我的衣服的人会穿得很久。